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今天讲一个你绝对不敢相信的真相：慈禧太后不是传说中的铁血女皇，她是被寂寞折磨了50年的女人，一个活在权力阴影里的孤魂。她的一生写满了权字，却漏掉了情字。她掌控天下，却没人敢碰她的心。可你知道吗？他床榻上的秘密比紫禁城的墙还高，正史不说，野史不敢写，但民间一直传。今天我带你揭开慈禧的情欲黑匣子，她是晚清最狠的女人，她也是最寂寞的女人。咸丰帝驾崩时，她才30岁，青春正盛，却成了寡妇。3000宫妃争宠，她只靠一招媚，不是容貌，是心机，不是温柔，是算计。他把献媚当饭吃，他把求宠当药熬，他甚至能为了一句夸奖跪一整夜。可咸丰帝只给了他3年恩宠，3年后他走了，从此他的世界冷得像地窖。你猜他怎么打发时间？不是批奏折，不是管朝政，而是在夜里一个接一个找男人。坊间传闻，他第一任情人是亲弟弟奕的，不是血缘，是暗恋。两人青梅竹马，一个在宫，一个在朝，私会数次，密语频传。有人说他是靠这层关系才在辛酉政变时拉拢义起兵，可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他对奕时不是母子，是情人，是他唯一敢动心的男人。可后来他成了他的对手，他把他一脚踢出权力中心，不是因为恨，是怕他太懂他，他太怕孤独了。于是他开始找替代品荣禄，成了他的第2个爱人，不是外臣，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贴身护卫。他把荣字写进了名字，命他改名荣禄。他用权力喂养他，也用身体喂养他。有人说他每天夜里都召见荣禄，两人在西苑行宫，闭门3日，连李莲英都偷听，说屋里香得像花房。后来荣禄官至直隶总督，掌兵权，镇守京畿。他的一生全是慈禧的恩赐，可谁又知道那恩赐是什么换来的？他要的不是官位，是陪伴，是有人懂他，是有人在他身边喊他姐姐、娘子、夫人。可男人终究靠不住，荣禄老了，病了，他开始换人。李莲英来了，不是奴才，是情人。你以为他是太监？错，他是他唯一的知己。他在他面前脱下凤袍，换上布衣，他为他梳头，他为他唱戏。两人在养心殿后的小院弹琴、饮酒、对诗。有人说他们曾彻夜私语，有人说他们共用一条被子，有人说李莲英死后慈禧一夜白头，但他从不承认。他只说李莲英是我最信任的人。可信任2个字背后藏着多少私密？男人能活多久？但女人能活50年，却连一个能说心事的人都没有。他太寂寞，于是他开始找面首，宫外的男人他都敢玩。他派人去琉璃厂找古董商，那个姓白的老板白玉堂。他卖古画，卖瓷器，也卖身体。据说慈禧某夜微服出宫，逛琉璃厂，看到白玉堂的摊子，一眼惊艳。他点名要他献艺，当晚就带去行宫。7天7夜不见天日，宫人传慈禧龙体大亏，可他却说他治好了我的梦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还有人说他召了北京金华饭店的伙计，那是个17岁的小伙子，清秀文弱，李莲英亲自推荐。这人懂琴懂礼，他一见心动，从此每月必召。他把那伙计封为御前司库，赐名小李。后来他病死，葬在皇陵边上，棺材上刻着一句诗：
红颜未老恩先断，一梦春风到白头。他甚至不想找汉人，他要洋人。英国年轻作家巴克斯写了一封信，在1905年，他发表文章说：“我曾是慈禧的密友，我陪她读书，陪她跳舞，陪她看月亮。她称我亲爱的，说我是她最年轻的爱人。他还说，他死前曾拉着她的手说：别走，陪我一辈子。”这封信被英国外交部销毁，但有人拍下了手稿，影印本藏在大英图书馆的地下室。你说是谣言，可你试过，一个孤寡女人被权力围困50年，身边全是奴才，她需要的从来不是江山，是人。她甚至还和宫内太监传情。安德海那个最嚣张的太监，他在慈禧面前像狗一样摇尾，可背地里他敢说太后叫我睡。他甚至在慈禧榻前跳舞，袒胸露乳。同治帝看见，大怒：谁允许你近身？一纸诏令斩于通州。可你知道吗？安德海死前喊的不是太后，而是夫人，别忘了我。他不是想活命，他是想让他记住他。而李莲英是唯一活下来的面首，他活着比任何人都久。他死后，慈禧闭门3天，他穿着白裙对着他的照片哭了。没人敢问他为什么。他不是没有孩子，他有儿子同治帝，可他把儿子当工具人，他逼他娶皇后，他逼他学治国，他逼他立威。可同治帝却偷偷溜出宫，进戏班喝花酒。他骂他：你不是母亲，你是一尊神像。两人在养心殿对峙，他指着他说：你敢逆我？他回：你连爱都不会。他后来病死，年仅19，他站在灵堂，一句话不说，可夜里他烧掉了他的衣服。他说：我从没当过母亲。他又收了光绪帝，光绪是他的继子，他本可当慈母，可他只当他是棋子。他怕他夺权，怕他觉醒。他逼他写日记，他派太监偷听，他甚至派人下毒，让他病得快点。光绪病重那年，他亲去探望，他说：您真狠。他回：我是为你好。他笑了：好，你把我的人生全毁了。3天后，光绪暴毙，宫中传他死于中毒。可谁敢说他不是没心，他是心死了。所以他开始玩权力游戏。他要男人，不是情欲，是占有，是证明自己还活着。他曾对一位法国使节说：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只会爱，但我知道权比爱更上瘾。他说这话时，眼睛没看人，而是看着宫墙。他不是疯，他是绝望。他的一生从未真正爱过谁，他爱的是被爱的感觉，所以他用情换权，用床换命。他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：如果能重来，我想做个普通女人。可没人听懂。他死后，葬礼上李莲英哭得撕心裂肺。他烧了一大堆信，全是慈禧写的。有人捡起一张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今夜我好想有人抱我。你还在相信正史吗？正史只记录大事，可真正的历史藏在床榻之间，藏在女人的泪里，藏在男人的狱中。慈禧不是神，她是人，一个被权力困住却被寂寞杀死的女人。她不是没有情，她是情太重，重到压垮一生。今天的故事不为猎奇，只为告诉你，权力治不了心病，爱才是活着的证据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说明你也曾孤独，你也曾想有人懂你，你也在深夜问自己：我这一生到底图什么？别怕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慈禧也是。
下期我讲一个更惊人的故事。乾隆皇帝真有13阿哥吗？有人说他根本没死，他被秘密送走，成了江湖大侠，而他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。别走开，三更奇谈社专挖正史背后那点黑料，我们只说真话，哪怕连皇帝都怕听。点个赞，留个言，告诉我你还想听谁的秘密，我明天就讲，记得订阅。咱们三更奇谈社见。